北台湾开幕就造成轰动的自助餐吃到饱，用简单的价格，从各种热菜到饮料甜点，努力行的、最来秀的，什么拢有啊！这让我吃到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刀。我们先来到桃园平镇这里了啦。然后这么身后这里是家乐福。您各位啊，我们今天会来这边呢，是因为这平镇家乐福这边开了一家新的390元自助餐吃到饱。所以说它这个品牌啊，也许你有听过，还有你有吃过啦。还记得过往啊，我们从中和啊一路吃到 A9啊，甚至吃到高雄去啊。我每次吃到我家牛排啊，它感觉总是让我非常的惊艳啊。可是如今呢，它在北台湾这边，民国115年的5月，它又开了一间新的分店在这边了。你看到你不会想要吃吃看吗？不过 OK 啦，那等我们具体看看它表现合适了吧 ？Go！OK 啊，各位，我们现在已经就座了。还有说你们刚好看到这些现场的环境吗？它跟我们以往所吃到的我家牛排啊，好像有种如出一辙的感觉啊。还有我们今天也要感谢餐厅啊，它让我们有在拍摄的人啊，有提早进来拍摄这些菜色啊，要不然你们现在看到这边才开场大概不到5分钟，整场已经满了。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要拍画面的话，真的是会很困难啊，好不好？那带我们去拿点东西，我来吃吧。哦，它这是麻辣鸭血里面有加花干诶。我很喜欢吃花干这种东西啊，它很吸油，很香。还有我们吃这种排餐馆吃到饱啊，一定要来一个猪脚的吧。哇，这看起来是 QQ 的款。咱看到这披萨看起来就好吃的，咱一定要吃看买啊。现在是神奇还是迷幻2选1？吃这个哦。刷到这是我上爱的刷鱼烟，上面已经有美乃滋了。我们再来几只虾子，衬托一下这个鲨鱼烟。那我们拿点瓦萨比，还有配酱油。今天餐厅有提供5味酱啊，那我们拿个黑胡椒酱，浓稠感看起来就很香。它这边还有5根肠旺哦，我很喜欢吃这个东西耶。每次我去吃快炒，有看到它，我一定会点，甚至有时候我还会点到2份呢。那今天饮料选项也是给的非常的丰富啊，这是平常我们吃这种价位餐厅该有的，它全都有。无糖绿配口茶，那另外一个我们就喝这个乌龙茶，完美。
各位啊，我们已经拿第一盒料理回来了，那我们边吃边等我们的排餐上桌吧。那我们先从冷盘海鲜吃起来吧。它吃起来有一点冰块的脆口感啊，可是我们吃到这种鲨鱼啊，我们把我们的鲨鱼好朋友哇沙比酱油给准备好了。那我们沾一点瓦萨比酱油来试试看吧。哇，这种够味鲨鱼啊，我觉得说沾上一点瓦萨比酱油之后啊，这样子的搭配简直完美啊！如果这次我们可以配那么一点这个的话，哇，这真的是有影就赞的呀。那我们吃看冷盘白虾。它刚剥起来，我是觉得说手感没那么好啊，可是说它起码吃起来还是有甜味的啦。如果你觉得太小只啊，反正我们也是吃到饱嘛，想要多吃虾你就多拿一点就好了。便宜治百病。咱们吃看卖鱼卡。GQ 弟弟底下会剥的时阵，上面肥厚脂肪，我在咀嚼的时候，它的脂肪就嘴巴哇塞浸满嘴巴，感觉好油哦。我们赶快配口茶。那我们先吃吃看长旺的鸭血。我们来吃看长旺的精华。他们今天虽然用的是小肠啊，可是他们把它处理到口感啊，还有味道也是很好哎。它不止吃起来软嫩啊，而且是有入味的哎。我这口感跟味道是舒服的。如果他今天用大肠的话，我觉得应该会飞上天哦。那么吃完肠旺之后啊，我们再吃看麻辣鸭血，看吃起来会是如何啦。它这个味道啊，就有那种我们平常吃很平价吃到饱会有的味道了。可是我们今天来这边呢，它确实是很平价吃到饱，390啊。我们的排餐刚好上桌嘞，我们趁热吃起来吧。那我们今天是要点的5分熟纽约客啦，我们来试试看。这纽约客吃起来有10分经典的筋膜感，但也许是因为我们刚刚点的5分熟，所以它吃起来会稍微有一点口感吧。那筋膜感表现很棒，是脆口的，可是里面的肉就有点硬了。有够香的，这是黑胡椒膏。那我们沾一点黑胡椒酱啊，我们来试试看吧。虽然牛排没有过多调味，只有淡淡牛香味啊，可是这是我们加入我们台式牛排经典，我很喜欢吃这种黑胡椒的味道哎。而且它这个很粘稠，它的酱是很吸附肉的。那我们用铁板面配牛排试试看吗？我们的牛排它因为铁板它持续加热啊，所以它现在吃起来是非常的有口感哦。但这面条啊，因为我们沾的够多的黑胡椒酱啊，所以说它现在味道吃起来也是10分的棒啊。我很喜欢这种胡椒味啊。
连酱汁也不剩。那我们来试试看它的招牌鸡翅吧。我觉得说它鸡翅啊，它风味就是很经典的台湾汤翅啊。我们光看节翅的部分啊，它就这么宽的差不多有2指半的宽度，人在崩了。那披萨的部分呢、我们就先从甜的开始吧。看这画面呢、你就觉得说它是个巧克力披萨，对吧？可是看到这边呢、我相信你也被骗了，它这上面竟然有香蕉片呢。我们再吃吃看海鲜披萨。它这海鲜披萨，我光是吃到寻味棒，还有美乃滋的风味啊，这样就很好吃了，这样就非常棒了，这是好吃的。OK 啊，各位，我们吃完第一回所有料理，我们再去拿下一回的东西买一次吧。压低。我们拿点开胃小菜吧，干贝唇。我们来拿一块鸡胸肉，还有我们今天牛肉如果吃不够的话，来寿喜牛吧，吃牛肉片也是吃牛肉吧。还有这道菜名叫做内含牛肉，我们来试试看吧。不自主哎，感觉看起来油到爆炸哎。我来右看买，这应该是泰式椒麻鸡。还有这个蒸笼料理啊，我们来也是要吃吃看的吧。哦，我们吃给各位看。还有这个云南气锅鸡啊，哦，味道好香哦。我们来吃这颗唯我独尊的蟹黄烧麦。没有想到它后面竟然出了我最喜欢吃的茄子。如果可以茄子加蛋的话，那就完美了。那我们来拿点蛋菜来补充我们今天的最低蔬菜需求量吧。这个鱼它看起来好像有点像是小盘子哎，哇，看起来有可能是臭豆腐哦。安尼今仔嘛有白菜肉。你笋，咱吃牛排一定要配完美浓汤了吧？我们来喝喝看它的冰沙。各位啊，那么第二回合啊。我们拿了整桌的今日主角啊，那我们先从这个在蒸笼里就一枝独秀的蟹黄烧麦吃起来吧。它这外皮吃起来有点干啊，可是它内馅竟然是软烂的，它是2种不同口感啊，在嘴巴里结合应该算是可以了吧？390元而已啦。现在我们来吃看这珍珠丸子吧。它这珍珠丸子吃起来口感，我就觉得有那么一点的烂了啦。可是口感这部分呢、真的是见仁见智啊。也许有人就比较喜欢吃这种蒸比较久的丸子吧。那我们来吃一点寿喜牛吧。你不要看它这牛肉片呢、它有勾芡啊，然后感觉卖相欠佳，可是它吃起来是真的有寿喜牛的味道哎，它肉片呢、是好吃的哎。那样直接吃就很够味，这很棒哎。我
们来吃干贝唇。它这干贝唇吃起来冰凉脆口啊，可是它风味啊，我相信在座台湾人啊，应该都懂这会是什么样的味道啊，非常的经典啊。还有满满的台湾味。我们来吃吃看鸡胸肉。虽然说它的口感吃起来是十分的健康啊，可是我还蛮好奇的，如果你是有在健身的话，你会来吃这种自助餐吃到饱吗？也欢迎留言跟各位分享啦。咱们夹块北菜肉，它这吃起来有一股浓厚的虾米味啊，而且说它的口感啊是十分的透烂的。我们再吃吃看笋子吧。它吃起来十分脆口。还有对于这种平价吃好蛋菜要求就是卖超车点好啊，他来吃看买啊，水怎样？它这蛋菜调味啊是有一点微甜微甜的哦。但说它这蛋菜体质啊，它就刚好有符合我们今天的标准而已啦，刚刚好啦。接下来试试看茄子，我就说它的茄子调味啊，它带给我满满冲击感呢。我是第一次吃到口味这么重的茄子啊。要死哦！算你狠啊，我家牛排，这个好难转哦。哎，你怎么在我后面呢？对啊，我们刚弄得太认真了，我没有发现后面有人呢。那我们来喝喝看台式牛排馆的经典玉米浓汤吧。充满奶油香气的玉米浓汤啊，我们加了些许黑胡椒啊，我会觉得说黑胡椒有去提升整体的香味。如果你平常喜欢吃黑胡椒的话，也许你加一点试试看，哇，这个味道会很棒哦。我们来试试看椒麻鸡。我们现在外面吃一份炸鸡排都要多少钱呢？可是我们今天来这边呢，它这不只是椒麻鸡，还甚至它是给我们椒麻鸡排耶。还有它这3层肉看起来感觉好像干干的，不过我们吃吃看就知道了。它这个吃起来是非常非常的干呢。我下面。干过来干吧。我们来吃看这个牛肉吧。它这吃起来口感呢、也是十分的健康哎，但是它比起刚刚3层肉啊好一点，但不多。一定是超好吃的啦！这应该是盘子吧？哇！它的鱼啊，它虽然小归小啊，可它吃起来是新鲜的哎，这点挺让我意外的哎。那我们来喝喝看鸡汤。它这喝起来是有一股很浓厚的药膳味，它这个味道啊，它那种味蕾啊，有一种整个焕然一新的感觉，很香哎。
banana ウヨルマッシュよ。而且，如果我们平常很喜欢喝那种罐装香蕉牛奶花，你喝到它，哇，我觉得你会很喜欢的，它就是跟那个味道一模一样哎。OK 啊，各位，我们吃完这回所有料理了，我们去拿点心回来吃，应该也差不多了啦。牛头，这算中番茄吗？要大不大，要小不小的。高头果，哦，大家袂歹。西芥果，好，安尼就好。那么吃到这种台式快餐馆啊，我们一定要拿些蛋糕了吧？抹茶的中华豆花。我这个蛋挞，喂，你看，今日唔那有冰淇淋啊，嘛有吉亚冰，还有这种麻吉冰淇淋，我要拿土豆口味的。然后这个是马琳娜的，我们来做个最完美的，不要哦，完美，我们来一杯意式咖啡好了。然后我们加点冰块，各位啊，那我们这回的点心其实应该也差不多了啦。那我们先从杨桃吃起来。这是有甜的油头的，奇异果，它这就相对酸了许多了。非常大颗的小番茄，我们来吃百香果，土豆豆花。这种中华豆花就是我们从小吃到大的好味道啊！我觉得说偶尔吃一个是很不错啊，不需要一次吃到15颗。那我们蛋糕吃起来，这就是十分经典的牛排店蛋糕。我们来吃双麒麟，还有平常我们在外面吃双麒麟都要多少钱啊？可是我们今天来这边呢、啊，最低花390元，一票吃到底，吃到它了。虽然现在已经是5月的台湾了，可是我们昨晚的天气啊，最低有到19度哎，所以在这种天气我们吃到这种冰淇淋啊，我会觉得说好像肚子有点冰啊。麻吉冰淇淋，它这也是十分经典的情怀风味啊。OK 啊，各位，我们吃完所有东西了，那等我们去结账之后，在外面说结尾吧。OK 啊，各位，我们现在先来到外面了。那来说说我们今天吃平镇我家牛排的香巴巴。你各位啊，我们今天一个人呢、我们的用餐费用是506元。以这个价格啊，你觉得我们整体体验感觉下来是如何呢？我会觉得说，我们今天在北台湾吃一个自助餐吃到饱，最低的费用390元而已哦，我们就可以这样子吃这些百汇，让人吃个过瘾。互你食烫海安尼看，真正是
干有虾米好嫌呢？但如果我说今天我们再回来这边用餐的话，我 OK 吗？贵司当然 OK 啊。可是如果你今天想要吃我家牛排的话，我会觉得说你应该是不用特地来平镇这边吃啊，你就直接挑离你最近的一间旗舰店去吃就好了。他们的菜色丰富度啊、口味啊，还有表现啊，他们几乎是一模一样啊，然后甚至是你可以说是一模一样的。可我就说，不论你今天要吃哪间分店啊，就记得定位就好了。可是你今天看影片想要来这边用餐的话，不论是开车或骑车啊，你来平镇这边都是很方便的。尤其是今天餐厅呢，它是开在家乐福里面呢，我们是开车的，我们就直接停到家乐福这里面就可以了啊。我就说它这边的位置啊，我们平日来应该都是非常的充足，绰绰有余啊。可是我蛮好奇的，你今天看影片，你会想来这边用餐吗？也欢迎留言你的想法跟各位分享啦，好不好？那各位看边有什么推荐的吃好餐厅，欢迎留言告诉我，看到出来分啦。那喜欢的话，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也会在频道稍微感谢支持哦。那我们下个影片见啦，拜拜。